忍耐不是愛，沉默不是包容。想象一下這個畫面，週五晚上下班後的餐桌上，兩個人坐在彼此面前，桌上的晚餐已經上了，但沒有人動筷耶。女生拿着筷子，心裡想，為什麼他總是不懂？我已經忍這麼久了，他怎麼還不明白？男生低着頭，心裡默默說，又要吵了吧？算了，我乾脆不要說話，他氣消了就好了。於是空氣凝結成一種說不出的壓力，像無形的牆壁，把彼此推得越來越遠。這一幕熟不熟悉？有些情侶的愛情表面看似平靜，實際上卻是由忍耐和沉默在維持。許多人甚至把這樣的狀態誤以為就是愛情最好的樣子，因為不吵就是和諧，忍下去就是愛呀。但問題是，這樣的愛真的能長久嗎？愛情的假象把忍耐當成愛，很多人從小被教導家庭要和睦，戀人要體貼，於是把忍耐當成了愛的最高境界。比方說，他覺得自己總是付出太多，但告訴自己，愛他就要忍，他會感受到我的心意。他覺得自己常常受委屈，但又安慰自己，男人就該大度，別計較太多。結果呢，忍耐到最後，心裡充滿委屈，卻沒有一個出口耶。當積壓的情緒終於爆發時，往往是一場激烈爭吵，甚至讓感情走向不可挽回的地步。事實上，愛情裡的忍耐，如果只是單方面的壓抑，並不是一種力量，而是一種消耗哦。它消耗了快樂，也消耗了彼此的真實。沉默的危機，以為不說話就是包容。另一個常見的誤區，就是把沉默當成包容。很多情侶都經歷過這樣的場景，一方有不滿，卻選擇不說，心想說了只會吵架，不如算了。另一方覺得氣氛怪怪的，卻也選擇閉嘴，因為他不想說話，我就陪他安靜啊。久而久之，沉默不但沒有解決問題，反而讓距離越來越大。有句話說得很準，愛情不是靠猜的。當沉默取代了溝通，兩個人就不再真正了解彼此。所謂的包容，其實只是逃避。在社群媒體時代，這種忍耐加沉默的愛情假象更容易出現。你可能在 IG 上看到一對情侶，拍照時笑得燦爛，文字寫着幸福小日常，但現實裡他們的對話只有要吃什麼？隨便。好，愛情變成了一種表演，為了維持外人眼中的恩愛，兩個人把真實的問題都隱藏起來。結果等到分手那一天，朋友們常常驚呼：什麼？他們不是很幸福嗎？其實他們早已不是靠愛在連結，而是靠沉默和忍耐在勉強支撐。真愛需要表達，而不是壓抑。這裡有一個殘酷卻真實的事實：愛不是忍耐，而是溝通；愛不是沉默，而是表達。真正的愛情並不是你忍我，我忍你的拉鋸，而是你說我聽，我說你願意理解的交流。舉個例子，一對交往3年的情侶，女生常常抱怨男生都不陪她，男生心裡委屈，因為他已經在努力工作，想給女生更好的未来。以前他選擇沉默，因為覺得解釋也沒用，但後來他開始主動說，我知道你希望我能多陪你，我也很想，但這段時間工作真的壓力很大，我們能不能一起找個平衡？這樣一說，女生才第一次理解到，男生不是不愛她，而是方式不同。從那以後，他們學會用對話取代忍耐。為什麼我們寧願忍耐和沉默呢？有3個原因：1.
害怕衝突。很多人從小被教育吵架不好，所以把避免爭執當成首要目標。但愛情不是永遠平靜的湖水，衝突往往是更深理解的入口。2、害怕失去。有些人覺得，如果我說出不滿，他可能就不要我了，於是選擇忍。但事實是，真正健康的關係經得起溝通，而經不起壓抑。3、缺乏表達的技巧。有些人其實很想溝通，但不知道怎麼說，不會說我需要什麼，只會用你怎麼都不懂這樣的抱怨。於是話題一開始就變成了爭吵。忍耐和沉默看似無聲，其實比爭吵更具殺傷力，因為它讓彼此在不知不覺中漸行漸遠。真正的愛不是忍下來，而是一起解決哦；不是沉默以對，而是勇敢表達哦。愛是一種可以聽見的語言，可以看見的行動。當我們願意說出心裡的真實，願意傾聽對方的感受，愛就有了呼吸啊，也有了繼續生長的空間。結語：沉默的愛會死去，對話的愛才能長大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常常在愛情裡忍耐或沉默，那就要停下來問自己，我這樣做是真的愛對方，還是害怕失去？我選擇閉嘴，是因為理解，還是因為逃避？愛情不是壓抑自己的聲音，而是讓彼此都能自由表達。因為真正的靈魂伴侶，不是靠忍耐維繫，而是靠理解成長。